出嫁前夜，我站在後門，看着最後一口樟木箱被抬上車。那是母親留給我的嫁妝，8台香籠，今晚本該好好鎖在院裡，等明早照冊交割。沈啟明擋在門前，低聲道：“二叔說了，姑娘嫁出去就是外人，族裡欠着債，這些東西先拿去抵一抵，你明日照常出嫁就是。”我沒去追車，只伸手摸了摸箱角還沒乾透的風泥。那煤印看着像沈家的舊樣，邊角卻少了一道我熟悉的缺口。母親用過的，不是這一枚。我抬頭問沈啟明，搬的是哪一份嫁妝冊上的東西？他先是一怔，隨即皺眉：“你管哪一份？反正都是你的嫁妝。”那一句話比攔住馬車更有用。若從頭到尾只有一本冊子，他根本不該問我管哪一份。有人不只動了箱子，還動了能證明箱子屬於誰的文書。沈啟明催我回去準備明日婚事，我讓開了路，任車從後門出去。東西暫時落到他們手裡，至少能讓他們以為我怕壞了婚期，不敢把事情鬧開。回到房裡，我先把自己的私印收起來，又把人在手上的文書逐一鎖進箱中。若對方已經敢替我的嫁妝重新封印，下一步就可能連我的名字也替我做主。鎖落下去時，我只剩一個問題：母親留下的真正嫁妝冊，如果不在這座宅子裡，還能在哪裡？夜裡的景雲坊只亮着一盞燈，幾架織機都停了。吳媽媽見我這個時辰過來，先看了看我空着的身後，才問：“姑娘的嫁妝出事了。”我把後門搬箱、錯印和沈啟明那句哪一份都說了，只問他一件事：母親當年除了家裡那本正冊，有沒有另外留過一份？吳媽媽沒有立刻回答，她走到最裡面的舊織機旁，蹲下拆開底座一塊木板，從暗格裡取出一冊包的嚴實的舊本子，放到我面前。封面上的字是母親的筆跡。我翻開後沒有急着看價錢，先找箱籠編號。第1台、第3台、第5台，今晚被搬走的幾口大箱，都能在冊上逐一對上。再往後翻，嫁妝列一冊，景雲坊的產業列一冊，沈家族產又是另一欄。二叔口中的族裡的東西，在母親留下的賬裡從來沒有混在一起。我問吳媽媽，若明日照常成婚，他們把少掉的東西也寫成已交割，往後還能不能翻？吳媽媽沉默片刻，只說會難得多。沈家的老規矩是婚禮當日上午交冊交物，也就是說，我手裡雖然多了一本能說話的冊子，時間卻只剩不到1天。明日一旦完成交割，二房就能拿着一個繼承結果，反過來問我為何婚後才鬧。我把附冊收進懷裡。若想查清楚，就得先讓明天的交割停下來。可交割一停，最先被人議論的不是二叔，是我這個臨出嫁的姑娘。回府後，我先去找沈之維，他管過族裡的內賬，也最清楚二房近半年動過哪些數目。我沒有把附冊拿出來，只問二房是不是重做過內賬。沈之維看了我一會兒，沒有說是，也沒有說不是，只反問：你若真想查，敢不敢先把婚事停1天？明早一交割，你再有理，也晚了一步。這句話把代價擺得很清楚。延婚1天，外面可以說我悔婚、失禮，顧家也完全有理由不等。我還是讓人去送信，只帶一句話：婚期延後1日，是我自己的決定。消息送出去沒多久，顧延川來了。他沒有問我是不是故意讓顧家難堪，只站在廳裡問：延婚是你自己要的，還是沈家有人逼你？我答：是我。他點了一下頭，從袖中取出一封文書放到桌上，那這一封也該由你自己看。紙上寫着：我念沈家近年艱難，自願折去一半嫁妝替族中抵債。落款是我的名字，連字形都學得很像。可最後一筆收得太重，那不是我的習慣。
我把紙放回桌面，這不是我簽的。顧言川的神色沉了下來，我卻沒有讓他立刻拿這封信去問罪。能為一張文書的人，也可以推說是下人代辦，傳話有誤。真正要查的是那些箱子去了哪裡。只要二叔說他們已經拿去抵債，我就要知道債主是誰，東西交到哪裡，憑據又在哪裡。婚期停了一天，我也把自己逼進了沒有退路的位置。現在我手裡有附冊，也有一封假同意書，下一步得讓實務自己說話。我沒有先追究那封假同意書是誰仿的。天一亮，我便和吳媽媽沿着昨夜車留下的痕跡往城西找。香角沾的粉灰和貨站常用的記號，比人的嘴可靠。車軸最後停在一處貨站前。吳媽媽只看了一眼門邊的記號，就低聲告訴我，這地方一直替二叔私下收貨，不是沈家公開用的族庫。掌櫃見我來，連門都沒有讓開，只說昨夜確實收了幾車家貨，是暫存，沒有東家的話不能開庫。我問他是不是拿去抵債，他立刻改口說自己只管收貨，不管去向。那就是還在裡面，我問。掌櫃不答，卻下意識回頭看了一眼緊閉的庫門。這一眼已經夠了。若真是急着拿我的嫁妝去還足債，東西應該交到債主手上，至少也該有交付的去處。可八台香籠只是從沈家後門換到了二叔控制的私庫。我沒有硬闖，沒有倉部，沒有阻撓，也沒有能讓掌櫃開門的資格，強行進去只會把主動權送回二叔手裡。離開貨站時，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扇門，嫁妝還沒被賣掉，這是好消息，但只要證明不了他為什麼在這裡，二叔仍能說一句暫存後再抵債，把一切圓回去。沈之為這一次沒有再試探我，他把近半年的族內總賬攤在桌上，指尖停在3筆大額貨款旁。你敢停婚，我就敢把這些給你看。3筆款項都寫着暫借未回。我把族裡對外宣稱的欠債數目一項項對上去，越算越不對。真正需要周轉的缺口，根本沒有帶到要搬空我的嫁妝。我問，多出來的那一節在哪裡？沈之為把其中一個貨號圈起來，這筆去年還在南貨往來裡，今年忽然被挪成暫借。我一直找不到回款。我們順着貨號往前翻，月份和往來一一對上。那筆錢不是用在族裡的生意上，而是遷到二叔自己做失手的南貨投資。我盯着那串數目，先前所有不合理的地方忽然接在了一起。二叔不是臨時借我的嫁妝救急，他先有了自己的窟窿，才需要一筆能在最短時間內搬走，又最容易被說成自願的財產。沈之為合上賬本，你若把這些拿出去，我也回不了二房賬房了。我看着他，你若不拿出去，他們最後也可能把錯賬推到你身上。他沒有再說話，只把那幾頁重新攤開。從這一刻起，他不再只是知道內賬的人，而是站進了這場對賬裡。問題也變得更危險了。二叔一旦知道我們查到了南貨那筆缺口，就不會再等我慢慢找證據。二叔果然逼我先動。族老被臨時請到正廳時，他已經把話說成了另一個樣子。沈家有難，我臨出嫁卻忽然反悔，寧可讓全族難堪，也不肯拿出自己的東西周轉。他看着我，聲音不高，卻勾句往名聲上壓。你明日原該進顧家的門，如今為幾箱東西停婚。這件事傳出去，顧家還肯不肯等？你想過沒有？有人勸我先成婚，賬以後再查，也有人說一家人不必算得太親。我沒有跟他們爭孝順，也沒有把假同意書當場拍出去。我只問二叔，既然你說是我自願拿嫁妝抵族債，那就照沈家的舊規矩對賬。嫁妝冊、族賬、抵債憑據，3樣一起擺出來。拿一筆真用去還債，我認。廳裡終於安靜下來。這不是誰哭得更委屈的事，
只要按規矩對，就總得有冊、有賬、有收據。二叔竟然答得很快，好，明日晨時，當着族老的面對，他甚至沒有看沈之為一眼，像是早已知道自己會拿出什麼。我從正聽出來，背後的議論還沒有停。訂婚的代價已經落在我身上，而我又親手給了二叔一整夜準備。可他答應得太從容了。若他明知道我手裡可能有副冊，還敢公開對賬，那他真正倚仗的，很可能就是一本足以壓過副冊的正冊。那一夜，我把副冊重新翻了一遍。這一次不看數目，也不看香籠，而是看每一頁邊上的印。第一頁的其縫印偏上，第二頁偏下，第三頁又壓在另一處。它們不是整整齊齊蓋出來的，反而像故意留下不同位置。吳媽媽看過後才告訴我，母親當年做正負兩冊時就是這樣留的。兩本冊子內容相同，其縫印的位置卻能一頁頁互相對照，誰想抽換或重做，都很難把每一處對回去。我問，若二叔真的拿出一本紙張，頁碼都像舊物的冊子呢？吳媽媽道，先別跟他爭內容，把印對上，原冊就是原冊，重做的就是重做的。這是母親留給我的，不只是一冊賬，更是一個驗證賬冊真假的辦法。她當年防的，也許不是今天這一場事，可她留下的規矩，今天正好能用。我沒有把這個方法告訴沈之為，也沒有讓更多人知道。二叔已經有一夜時間，我不能再給他補做第二次的機會。副冊重新收好後，我終於有辦法對付那本可能出現的假正冊。可司庫的門還關着，沒有食物，賬對得再漂亮，也仍少最後一環。我讓人再去問貨站的進庫部，回來的答覆只有一句：二叔已經下令封存，誰也不許查。賬能封，門也能鎖，卻不代表所有人都願意跟他一起扛到底。沈啟明很快私下來找我，開口便說：你拿回一半就算了，何必把一家人逼到這個份上？我問，你這麼急，是怕我拿不回嫁妝，還是怕你拿不到景雲芳？他的臉色一下變了，過了片刻才說，父親答應過，只要這件事過去，婚後就把景雲芳改到他名下。原來那幾口箱子只是眼前的一步，若我照常出嫁，嫁妝按假冊交割，下一步連母親留下的芳也會被順勢轉走。我沒有逼沈啟明替我作證，只問司庫的鑰匙只有二叔一把。他沉默了一會兒，答2把，另一把在我這裡。那你自己收好。我說完就讓他走。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沒想到我沒有當場逼他交出來。我若現在把他逼到父親那邊，他只會立刻回去報信。那把鑰匙還在他手裡，意味着司庫不是完全封死。至於他什麼時候願意用，只能等二叔先讓他看清自己的位置。顧延川聽完對賬安排後，提出由顧家正式要求查驗嫁妝。以婚約方的身份開口，二房很難把門一直關着。我卻搖頭，你若替我把門撞開，明日他們就不談假冊，不談司庫，只會說我還沒嫁過去，就借顧家的事壓沈家。他看着我，那你要我做什麼？我把那封假同意書推回去，明日帶原件來。只說這封信是顧家確實收到的，其餘的我自己說。顧延川沒有再勸，只把文書收好。好，你問到哪裡，我證明到哪裡，不替你多走一步。這句話反而讓我安心。我要的不是換一個更有勢的人替我做主，而是讓所有人都沒有辦法再替我說他自願。明日那張桌子上，我需要顧延川存在，卻不需要他站到我前面。婚約第一次不像一個把我推向明天的安排，而像是有人願意停下來，等我把自己的事處理完。辰時一到，2本冊子被放上同一張長桌。二叔先把那本看起來十分老舊的正冊推到族老面前，反問我一句：你昨夜才拿出來的副冊，
誰能證明不是候補？我沒有先辨內容，只請族老把他那本翻到第一頁，再把我的附冊放在旁邊，先看其縫印，不看數目。第一頁，他那本印在下方，母親留下的對照位置卻印在上方。第二頁又不對。翻到第三頁、第四頁，頁碼都齊，紙也夠舊，印位卻沒有一頁能與附冊的規律合上。族老越翻越慢。二叔起初還說是年代久遠，印很模糊，等翻過十幾頁，連他自己也不再說這是原封未動的冊子。我問二叔，方才說這是原正冊，現在還是嗎？他停了片刻，終於改口，舊冊早年破損，賬房重新抄過，內容沒有變，何必抓着一個印不放？這句話等於親口承認，他拿來壓我的並不是原冊。第一層遮掩終於被掀開，可我沒有就此停下。一本冊子被重抄，還能被他說成管理上的疏忽？我要證明的是，這本重做的冊子已經被拿來改我的財產，改我的意思，甚至改我明日要帶走什麼。顧言川依約把原件放到族老面前，只說這封自願折半嫁妝書是顧家確實收到的原件。送來時，對方稱是沈姑娘自己的意思。我把紙轉向眾人，名字是我的，字不是我的。我從未同意把一半嫁妝拿去抵族債，也從未請任何人替我簽。二叔立刻說可能是下人傳話出了差錯。我沒有跟他爭誰寫的，只看向沈之為，既然真是抵債，賬上應該有去處。沈之為把內賬攤開，逐筆指出昨夜搬走的那些箱籠，沒有任何一項進入族債抵扣欄。3筆所謂暫借款仍掛在原處，沒有被嫁妝沖掉。二叔皺着眉道：“東西已經交給債主，賬房還沒來得及入賬。”我等的就是這一句。那請把收據拿出來。哪位債主收了什麼，抵了多少，總該有一張憑據。桌邊沒有人說話。二叔先說收據不在身上，後來又說也許在貨站，可無論怎麼改口，都拿不出能對上8台箱籠的任何一張。族老終於有人開口，既然說是抵債，冊、賬、收據卻3樣對不上，那就查庫。那一刻，勝負第一次真正從紙面移到實物。只要司庫打開，二叔說嫁妝已交債主的話，就必須當着所有人的面接受驗證。族老要求開司庫時，二叔第一個反應不是答應，而是轉向沈啟明：“昨夜搬運是你辦的，貨站也是你帶人送去。如今東西在哪裡？你自己說清楚。”沈啟明的臉色慢慢白了。他看着自己的父親，問得很輕，所以到最後是我要替這件事負責。二叔沒有回答，只催他把話說明白。沈啟明站了半晌，忽然從身上取出一把鑰匙，放到桌上。司庫有2把，這一把一直在我這裡。他把鑰匙推向族老，又補了一句：“父親答應過，事情辦成後，景雲芳會改到我名下。可嫁妝沒交給任何債主，昨夜一直鎖在庫裡。”司庫的門終於打開，8台箱籠一口不少的停在裡面，昨夜換上的封泥甚至還保持着原樣。二叔所謂已交債主，在這些箱子面前再也立不住。我沒有先去碰箱子，旁邊一疊契冊更刺眼，最上面的幾份正是景雲芳的產業文書，已被另行整理，等着往新的歸屬上改。沈啟明先前說漏的承諾，與眼前這些契冊接上了。搬走嫁妝不是孤立的一步，只要我照常出價，假冊完成交割，景雲芳也會跟着從我母親留下的產業裡被挪走。二叔還想說那些契冊只是暫時整理，族老已沒有人再替他接話。假證冊、假同意書、斷掉的內賬、沒有收據的抵債，現在全被司庫裡的實物連成了一條線。我終於拿回了證明一切的最後一環，可真正要怎麼收場，還得由我自己開口。
是把二房逼到無路可走，還是讓這件事以後再也不能重來？證據擺到這一步，二叔不再否認，只換了一種說法。他請祖老念在自己多年主持家業的份上，把事情留在沈家內部處理，別讓家醜傳出去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明白自己從頭到尾要的都不是看他跪下，也不是把二房趕出沈家。我只是不肯再讓任何人用一句“都是一家人”，就把我的東西變成可以隨手挪動的祖產。我當着祖老的面提出第一條：二叔從今日起不再掌族中財物。既然這次的賬就是從他手上亂的，他不能再管同一把鑰匙。第二條，我只向那3筆暫借款、私人南貨生意造成的缺口，由二叔自己的鋪面補回。不能拿族裡的賬替私人買單，更不能拿我的嫁妝補。第3條，我把母親留下的附冊放在桌上，我的嫁妝和景雲芳從今日起正式與祖產分賬。往後族中再有債，也不得用一家人3個字把他們算進去。二叔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，卻已沒有哪一筆賬能替他反駁。祖老商議後接受了3條，財物權當場被收回，補款責任也落到他的個人產業上。我沒有覺得痛快的想笑，只覺得胸口那根一直繃着的線終於鬆了。這場勝負真正改變的，不是誰在正廳裡丟了臉，而是從今往後，誰有資格碰我的東西。當日下午，昨夜把箱子抬走的人又把8台嫁妝一件件送回原院。沈啟明站在最後，看着我親手合完箱數，沒有再說，一家人何必算得太清。最後一口香入院，我重新落鎖。昨夜我沒有追車，今天他們卻原樣回來了。母親留下的嫁妝和景雲芳，也第一次真正只需要對我一個人交代。事情落定後，沈之為離開了二房賬房。他沒有再回去替人補那些說不清的數目，而是和吳媽媽一起進了景雲坊，重新把停下來的工序一項項接起來。坊門再次打開的那天，我把新接的訂單收進賬冊。那冊子放在我手邊，不再需要先問族裡誰同意，也不必擔心哪一天會被人換成另一個版本。顧延川來時，沒有先提昨日的族會，只站在門口問我，如今事情處理完了，婚期要不要改回來？我看了一眼正在重新運轉的織機，搖頭，不改回原日。等這一批新單交完，我自己挑日子。他只答了一聲好，沒有問我要等多久，也沒有說顧家已經替我等過一天。從前我以為只要照着家裡安排的日子成婚，就能離開這些賬，這些爭執，換一個安穩的地方。可真正的安穩，不是有人替我把路鋪好，而是我清楚知道腳下這一步是自己選的。嫁妝在院裡，景雲坊重新開工，婚約也還在。不同的是，這一次沒有人替我決定哪一天出門。等第一批貨交出去，我會自己選那個日子，也自己走出去。